陆头，陆头，快！何人击鼓？一通。二通。何人击鼓？有人生没人一样的。杀！来俩人，给我拖出去杀了。三通。大半夜的敲什么敲？让我不要睡觉。谁是陆彦珠？我是。吴越军律，鼓响三通，阵列不齐，当如何处置啊？鼓响一通而有人不至，关左帐20；鼓响2通而兵甲不全，队官以上帐100；鼓响3通而阵列不齐，全军皆斩。我胆子小，见不得血。第一天上任便不杀人了。全军帐40。醒醒！郑神诺，伏击法。同袍们，都给我听仔细了！我叫钱洪柱，吴越武肃王之孙，文穆王之子，当今大王的亲弟。江东南面行营官军容使，受行营都招讨，仰太尉军令。自今日起，暂代中顺都指挥使之职。今日以前的事，我一概不管；今日之后的事，我一概要管。吃饭要管，睡觉要管，拉屎要管，走路要管，歇息要管，生要管，死更要管。总之，你们能想得到的，便没有我不能管的。方才你说我有人生没人养的，你说要删了谁？删了我。这2个人多帐20。是。我是钱王生的，也是钱王养的。我生的儿子闺女，也都是钱王子孙。你们若是敢伤了我，要夷3族的。我若是打杀了你们，打对了有赏，打错了
无非是跪跪祖先堂。自今日起，我便是你们的都头。我想不通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子早就念叨过了，什么先王后王，老钱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哎呀，你就别在那里聒噪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要不是鹿头在这拦着，我管他什么亲卫都，全给他们宰了！放你娘的狗屁！挨打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这个？你闭嘴吧！闭上你的嘴！哎，快点儿！一通，动作快点儿！还想挨板子吗？快走，就你们屁股疼！快！二通，快点儿！就你们屁股疼！三通，找了，成立！看什么呢？别看了，站住！酒喝多了，都忘了兵该如何当了吗？啊！兵告都头，周顺度成立。恭候都头将令。末将指挥副使卢彦柱。算了，懒得与你们这帮混账置气。饭食已备，开动吧！别动，回去。站好了，左队第一使出令，站直了。往前站，站成排，军所，坐。右队第一师出令，快点儿，站成排，军所，坐。左队第二师出令，动作快点儿，军所，坐。右队第二师出令，左队第三师出令，军所坐。右队第三师出令，军所坐。都头，你不饿？弄！开吃！让个位子。
不爱吃鱼头？爱吃，吃。不用，我也不爱吃。自今日起，忠顺都再也不吃鱼头。郎君，陆彦珠求见。叫他报名贵进。诺。忠顺都指挥副使陆彦珠，请见都头。较劲。末将陆彦珠参见都头。这个月军时差了214升，历前短了1200文。是。换酒喝了？是。你自家也喝不下这么多酒吧？在册兵额87人，实有兵额61人，空额26人。是。谁吃了？刘建通，还是你？末将生性好酒，但是空额确实不敢。末将犯的是死罪，甘愿受罚，只求都头日后善待忠顺都这帮弟兄。我说过，之前的事我一概不管，之后的事我一概要管。此刀名叫余文，是杨行密赠予我祖父的。祖父赐给了我父亲，我父亲又赐给了我。当年董昌被俘，押往钱塘，祖父念及旧情，于途中驿站相候，老友相见，不胜唏嘘。祖父将此刀递给董昌。7年结拜，生死相托。此刀是英雄所赠，当得起兄长的身份，也当得起兄弟的旧义。董昌以此刀自尽，祖父伤心寄怀，就此封了此刀。这些年来，这柄刀落在我手上，自今日起，将就戒了。此刀赠与你，但你若是破了戒，刀和命都还给我。我将陆彦珠遵命。别推了，让开！车上有草杆子，一人一个，往地上铺。喂，你说什么？把沟壑填平了，便有路可走。我的兵是正兵。什么？这是府兵办的差事，正兵不填沟壑。好，老子给你们填。来，让开！
朱元初，上，去拿草毡子。喏，第二个死，都是死人吗？走。钟顺都，田公衡，你们这些没用的傻鸟，把草毡子往前运。你他娘的说什么？有种再说一遍啊！后面的废物都听着，把草毡子往前运，我们给你们点沟壑。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冻死！来来来，放上汤啊！来，来一个。小郎君，那里是什么人啊？正兵的上官们，把他们叫过来。好。田必友，九郎君叫你过去。小人幼知第一都军需虞侯田必友见过九郎君，小人有眼无珠，没认出九郎君。九郎君恕罪。是我眼花了吗？如此大雨，那个棚子里走水了。我们右知一都的几位上官在棚里歇脚，烧口热汤喝。那他们呢？都是些下贱的田豪府兵，郎君不必理会，且随我入内，小人亲自为您奉汤。下贱的田豪府兵，是，郎君不必在意他们，不过是淋些雨，死不了人的。容他们在外头歇息，不用去给骑兵的马蹄子当肉垫子，已经是他们的造化了。郎君且安心随我入内便是。跪下。啊！郎君命你跪下，跪下！耳朵聋了吗？不是小人失礼了。我没什么气力，你们俩莫让他动弹。郎君，小人知罪了，小人冲撞了郎君。你冲撞我，倒也无妨。可你千万要记住了，若是没有我们这样下贱的府兵，就不会有战时军中的辎重粮草。下贱的不是人，是你的心。你命好，我不杀你，留你一命，去上阵杀敌。多谢郎君不下车，多谢郎君不下车。哎，郎君，九郎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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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九郎君，郎君，郎君。
下官全知温州军府使欧阳宽率阙税使孙玉、营田使张威、永嘉令王翦拜见司空。诸君免礼，看座。下官等月前便接到了中书的札子，知晓司空要驻节温州，早早也做了些准备，却是不知具体日期，故此未能迎候司空，实在是失礼的紧。哈，万望司空恕罪。哎，与诸君无干，是我来的仓促孟浪。大王命我为东南行营官军容使，全6州转运使。现下有一桩紧要政务，还望诸君能戮力相助。司空尽管吩咐，下官等必当竭力报效。我等必当竭力报效。球血猛急，洪水泛滥，断了大军粮道，前线将士斩头沥血，总不能饿着肚子去杀敌吧？如今急需筹措10万斛粮秣运往军前，还望诸君能助我呀！司空恕罪。温州治下有长平仓1座，现仓4座。1个月前刚将收上来的秋税借往西府，所余仓储也于10日之前借往军前。如今州县上下只余下备给口粮，不足500斛。下官今日回去便命辽属，将粮食装车送来转运司，报效于司空。500斛，1州之地，何以如此窘迫？好叫崔继义知晓。秋粮借都之后，温州各处粮仓尚有余粮78000斛，据已于7日之前借予6州都转运司。啊！此事乃是卑职经手，这是都转运司的回执，上面有崔继仪的亲笔签押，请司空与继仪过目。却要从何说起？崔继仪此言何意啊？崔某从未见过这78000斛粮食，更不曾据闻回执啊！不曾啊！崔继仪，此事乃是王某经手，这回执也是继仪当日当面交予王某的。继仪何敢当着司空与诸位上官的面打诳语？明无此事。78000斛粮食，那是一座米山，崔某何敢轻忽？7日之前，贵县确实借来了一批粮食，却是只有1800斛，哪来的78000斛啊？崔继仪，难道这回执上的签押是假的？这签押，将这个贪墨军粮的贼子给我拿下，收押。卑职真的不曾见过。这崔继义得罪了，未曾见过。是不是有些太容易了些？怕了？倒不是害怕，只是觉得这9郎君未免太轻信了些。那回执既是真的，他为何不信？如此冒信人言，这位郎君未免也太草包了些。久闻这位豫章郎君的大名了。无论他是真信还是假信，铁证如山。
本官倒要看看这位在中原汴梁首任节帅的少年英雄，到底有几分斤两。都头，守在门外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是，郎君。郎君，粮食呢？下官真的未曾见过那粮食。这不是粮食吗？如此阵仗，便吃不下饭了。卑职真的未曾见过。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温州的这批官已经要不得了。郎君，知道他们在说话，那不然呢？坐。那可是78000斛粮食，眨眨眼睛，便消失无踪影了吗？温州的这帮城狐射鼠有几分能耐，我不清楚。可你崔子谦有几分能耐，我自问还是知道的。郎君知道，下官是个谨慎的人，7、8万斛的粮食，如许大的数目，以郎君的仔细，势必要亲身验看核准。未得郎君允准，下官岂敢擅自在回执上签下落笔？不敢。然而，回执上却是下官的亲笔，难道转运司里有内鬼？他们敢如此大胆，想必是有恃无恐，手脚做得细密。即便去查，一时间也未必能查得出来。若是神官可在，便是好了。这些龌龊下作的虚礼手段，瞒过郎君和下官容易，瞒过沈兄却是不易。沈兄有沈兄的法子，我有我的法子。郎君如何布置？下官谨奉君命，纵是粉身碎骨，下官也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既知道是鬼域伎俩，还查他做甚？做甚？他们是如何做的手脚，这都不重要。方才你说过的一句话，才是紧要之处。你说，那可是78000斛粮食，是一座米山啊！可这么大一座山，他们会搬去哪儿呢？参之一字害人呐！张卫的诗皆不入我目，唯有一首却深得我心。世人结交需黄金，黄金不多交不深。纵令然诺暂相许，终是悠悠行路稀。钱是个好东西，你说呢？一州治所之内，米店关张停对，民人连有饥色，这说明什么？温州缺粮。我问的是，为何缺粮？民间的粮都让官府征走了。台州之事，你也算是亲历者。先征后粮，田土兼并，这是何等恶政！可你见到有米店关张停对吗？也是，便是台州，民间也还是有粮的。可温州这里，不仅民间没有粮，连官仓
也只有500户存粮。难不成这些粮食长了翅膀自己飞走了？不能飞啊！是啊，是啊，这手脚是7日之前做的，在没有拿到你的亲笔回旨之前，他们敢将这些粮运出温州吗？断然是不敢的。那拿到回执之后，敢运了，但运得出去吗？运不出去。连日大雨，水路断绝，再加上海风肆虐，军粮都运不过来，他们自然也运不出去啊。粮食还在温州，会藏在哪儿呢？粮食受了朝会霉变，因此存粮的地方必须干燥通风，而且不能有虫害和老鼠。这么多粮食，寻常的米店、粮仓根本存放不下。温州左近能存下这么多粮食的所在，有2处，一处是官府的昌平仓，另一处博弈坞的战仓。正是。子谦，辛苦一趟，走一遭玉环山水寨。水师罗胜，我要借兵。九郎军想借用多少兵马？郎军想调用水师步战都。什么人？这许多间店铺仓储，怕是要等明日天亮了再来搜检。等不到明日了。提取方在哪？那边。带路，走。原来是老相识啊！尔等竟敢趁夜进来博弈坞，无缘不是中原，若不当等匹夫，肆意妄为。全知温州欧阳公在此，尔等谁敢无礼？欧阳宽和王翦到了，请他们2人进来。传九郎军军命，请欧阳明府与王县令入内叙话。2位贵官，九郎军在内候着2位。九郎君，这什么意思？欧阳宽，你这是与我说话呢？下官温州知州欧阳宽，见过司空。跪下。本官是吴越的知州，不是你九郎家的奴婢。
是国家宗子，何以无故折辱大臣？郎君，他毕竟是亡命奉主的封疆之臣。那这样，我问你一件事儿，你若如实回答，今夜或可免你一死。你。程昭月给了你多少钱？本官听不懂司空在说些什么。那你知道吗？也不知道。崔继义，下官在。那就去山岳社专处去看一看。诺。坐下。拉开！冒这么大的风险，弄了这许多粮食，便是撑破肚皮，你自家也吃不下吧？那自然要拿出去卖了。这吴越国中，能买得起这许多粮食的买家，确实也不多。温州博弈物里这样的买家，就只有一家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到底拿了多少钱财，值得把自家性命都搭进去？郎君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都找到了。司空，下官交代，下官都交代。没机会了，拖出去。行军法，斩！司空，下官都交代。司空，本官之事。司空，你不能杀了本官！司空。自永德江入青田溪，经西溪漂西长溪。在宁德登岸装车，直送军前，务必在本月初9日前拿到提举公事司神管沟的会旨。若误了日子，郎君军法森严，仔细你的脑袋。是。郎君，不只有7万8千斛官粮，在山岳社的战仓里。还堆放着4个县米行收来的私粮，约有12万1236斛，够整个东南行营4万大军吃上半年有余。将士们是够吃了，可这里的人呢？没了这20万斛粮米，王兄又靠什么去料理台州的烂摊子？事情总要一桩一桩的去做，千头万绪。总要有个轻重缓急。是，总还是要做事的。我这便以东南行营关军容使的名义出个札子，由子谦兄全提点温州军府公事。今日你便接管温州州署。郎君，下官不过是县里学官的底子，一州之政繁难从错。恐非下官所能胜任啊！其一，这只是权宜之计。我这个关军容使，无权越过相府和行营任用州官。待得与王都通了道路信息，他们自然会选新的知州过来。其二，如今前方在交战，
温州乃是6州都转运司所在，不能没有总揽州政之人。其三，本地的官我信不过。我信得过的，王兄和相府信得过的，皆不在此处。相较之下，我宁愿信你。有2件事，你要牢记。第一，我不管你爱不爱钱，都不许于此时此处伸手。第二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，或者我也不管你有没有法子，温州4县之内，绝不许饿死1人。否则，我能砍掉一个知州的脑袋，你的脑袋，我想砍就能砍。下官定不负郎君所托。